德国军方录音麒麟风云持续发酵。6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通过视频讲话回应是如何获取德国军官对话的。 Ну, понятно, что этой записью со мной поделились люди в погонах. И я им за это очень благодарна. И я очень горжусь, что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есть такие умельцы, которы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запросто могут прослушать реальный разговор 4 высоко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офицеров Бундесвера. 西蒙尼扬在视频中称，录音来自军方技术人员。谈到公布新录音内容的可能性时，他重申暂无其他可公布的录音。此外，他还在视频中对西方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表示震惊。Там больше нету. А если будет еще, я выдам еще. Ждите ответа. И поразительно, что главный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й их волнует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это не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они будут за это отвечать. Это не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как ответит Россия. Их волнует, где я взяла эту запись. 此前，在当地时间3月1号，西蒙尼扬发布了一段长达38分钟的谈话录音，内容是德国联邦国防军4名高级官员讨论了在乌克兰部署金牛座巡航导弹可能性，以及金牛座巡航导弹在技术上能否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等敏感信息。令外界震惊的是，这段录音还显示，德军官们讨论了如何洗脱德国直接参与冲突的嫌疑。其中一名德国军官称，美英两国军方早已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录音曝光后，其真实性很快被得到确认。德国国防部次日证实，根据评估，空军内部的一段对话被截获，但又找补称无法确定这段录音是否被修改过。 No one seriously believes that it was a coincidence. 而随着该事件迅速发酵，引发美英强烈不满。 德方的回应也迅速提升等级。德国总理舒尔茨当日再次表示，将展开深入调查。 What is being reported is very serious. That'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begin a very thorough, intensive and rapid investigation. 俄罗斯方面反应也十分强烈。录音曝光后，俄外交部罕见地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姆斯多夫，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демарш предпринят нами и вызван посол Федератив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Германии. Сама по себе запись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в недрах Бундесвера. 俄乌冲突延宕进入第3年之际，北约再添新成员。当地时间5号，随着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议案。 瑞典被正式批准入约。当地时间11号，瑞典国旗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升起。俄罗斯方面作出回应，俄军方宣布建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2个新军区。俄防长绍伊古表示，新增军区的做法源于来自北约方向的军事存在不断增加，外界担忧此举或为未来大规模战争做准备。 На фоне наращив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ТО вблиз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ниц, расширения альянса за счет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него Финляндии. А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Швеции нами предприняты шаги по усилению группировок войск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и западно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随着俄乌冲突陷入僵局，欧洲国家似乎开始重新审视援乌政策。去年3月，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耗资20亿欧元的计划，寻求在1年内向乌克兰交付100万枚炮弹。方法包括动用库存以及联合采购更多炮弹。但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实际仅收到欧盟承诺的3成炮弹。他说，乌克兰已深陷弹药短缺危机。 який нам пообіцяв Європейський Союз, закрити його не 50% прийшло, а 30%, на жаль.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600亿美元援乌法案仍处搁浅窘境。尴尬的是，美国近日还大方承认，大部分援乌资金直接回流美国，而且是投入美国军工业。Our security assistance has kept the Ukrainians in the fight and saved lives, and it's also strengthened our economy. These investments have expanded facilities and created jobs for American workers. 3月6号下午，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在梅地亚中心举行。在接近2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中，5位中国财经主管部门负责人就发展改革、财政预算、商务、金融、证券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近20个提问。
经济主题记者会是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第2场新闻发布会，也是首场特定主题的记者会。出席这场记者会的都是中国财经主管部门一把手，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受到海内外舆论热议。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也是这场记者会上最热的话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表示，5%左右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和可能提出的。今年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控力度，就是要强化财税、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统筹协调，综合施策，形成合力，在强实体、促消费、扩投资、稳外贸等方面持续的发力。谈及今年的财政政策基调和特点，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给出2个关键词：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落实好去年延续和优化的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今年将有针对性的研究出台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深圳卫视注意到，蓝佛安部长还回应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的问题。他表示，将继续强化监督惩处，坚决杜绝奖牌厂、比阔气，坚决防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党政机关少花1分钱，民生事业就可以多安排1分钱。当然，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办大事。在谈到对今年外贸形势的看法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预判仍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据多个国际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外需下滑压力还是很大。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全球超级大选年等外溢因素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今年前2个月，我们看到了很多积极向好的趋势。进出口有望延续去年9月份以来，其实从去年9月份，特别是10月份以来，进出口呢已经逐步回升今年1到2月份延续了这样一个趋势。而且进口市场我们扩大开放，我们主动开放，进口市场的这个机遇也在增大就进出口都有很大的潜力。外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我们是有信心，也是有底气。针对资本市场监管工作的思路的提问，今年2月初接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吴清回应称，在公平交易、合理定价、充分竞争的条件下，高效配置资源，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样资本市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由于市场参与各方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都有很多差异，监管者要特别关注公平问题，把公开、公平、公正作为最重要的原则。